宣读委员长命令。远征军司令长官位，并转斥全军将士。国人抗战已近7载，河山万里，寸寸凝血，焦土抗战岂无了局？缅北强攻业已进行，令你部按原计划全线抢渡怒江天堑，奏响我南线反攻战曲。望我全体将士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歼顽敌于腾龙，赴日月于崇光。成人起义，山河同存，畏所不前，国法难容。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严出法随，望我全军将士发扬导励，奋我同仇，以国家民族荣誉自立。本委员长翘首南天，洗耳待结，切切此令，蒋中正。Lieutenant, the cannons are ready. 开炮。Yes, sir. 弟兄们，詹姆斯的炮兵是抗击为咱们刺刀营开路的，他们的炮覆盖到哪儿，我们就必须打到哪儿，明白吗？明白。杀光小鬼子，冲锋！谁不怒发冲冠？我有血气之心，杀上高丽贡山，临死誓要敌仇，如日月惊天。大佐につなげてくれ。ポリゴン山の状況はどうだ？帝国軍148連隊は異減です。中軍の方は勢いどうだ？猛烈攻めだ。違ったみたいです。近いところで戦っても我が兵士を抱いて山から飛び降りるなんて。そうか、全ておかげだな。そうです。彼らは勇敢です。一日だけで狂って狼になった。あいつら復讐に来た。必ずあのシナ軍の勢いを抑えろ。勇敢は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だ。先生を守っています。我々がここにいればいくら勇敢なシナ軍隊も超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いいか、ガンゴリ山は重慶に入る踏み台だ。団子を守るのだ。ガリゴン山と運命共同だ。副师长，哎呀，老县长，您怎么来了？我给你们送军粮来了。您来看看，跨过这道门槛就进入贵县了。可是高丽贡山这道高坎太高，难跨呀。
要是去年我们坚持住不放弃高丽贡山，现在就不是艰难养功，而是势如破竹了。现在就不说那些了，好在大反攻已经开始了，再苦再难，咱们也得打过高丽贡山，光复腾冲城。日军居高据险固守，我军伤亡惨重。先生有何良策？高丽贡山自古天险呐，只有南北斋公坊2条山路可通人迹，就是山顶这2处险要最难攻克。你手里的刺刀营现在何处啊？正在山下待命。不到关键时候，我还不能把他们用上去。那你还记得去年刺刀营最后是怎么撤回来的吗？那也是多亏了您老请当地的猎人用藤篾把他们从灰坡梁子山上坠下来的。对呀，当初撤退，刺刀营可以从这条险路下来，现在反攻了，为什么不能从这条险路返回去呢？这就是解决的办法。没错没错，原路返回。哎呀，可是当时在山顶上的藤篾已经被烧毁，而那几个带路的猎人，不知道还在不在。那几位猎户都是本县的心腹之人。至于盘崖所需的藤篾，自去年撤退之日，我就早早的让他们都准备好了。老县长，老县长，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老县长啊，这真是太好了。就是这儿了。去年被小鬼子包围，幸亏了于家兄弟。营长，这回没有于家兄弟，我们真的还能爬上去吗？这个，老县长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好。
兄弟们，都注意安全。上！哎，老詹，你那小钢炮真管用，帮大忙了啊！不能大意，下一步的特种战役才是关键。加油啊！咱们的，詹姆斯，老詹。Still nothing on Operation Cobra. God damn it. General, phone call from General Meyer. Merrill's Marauders are within sight of the Mijina Airport. That's some pretty goddamn good news. Let's be a little goddamn happy! News, huh? Come o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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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good news. We're gonna win this goddamn war! General, go all the Japs with the pants down. It's attack. Take it easy. We still have sentries on the alert. It's been a long, hard road getting here. The final attack must be perfect. Yes, sir.
Signs are coming. 飞机来了，走。 And a message. The code name i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Yes. Merchant of Venice is successful, sir. Merchant of Venice? That's correct, sir. Well, let's finish this off. Hit the road. Yes, sir.史迪威将军，听说在此之前，英国人不相信您能拿下梅治纳机场，说这样的行动等于是无谓的冒险。事实证明一切。那么，请问将军下一个目标在哪里？记者们，你们都写着。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把日本人最后一颗门牙拔掉。 David， 你做美里尔联络官的日子到此为止。说实话，将军，真没谈过。有的是机会。讲什么呢？这是你的位置。Sir。 今まで甲府で鍛えた技を見せよう。全ての地上の建築はシナゴン人の手資本になってあげろ。地上の行動はシナゴン人の破壊になる。天皇の大日本の兵士たち頼むぞ。はい。 General, in addition to the firm resistance by British soldiers, were logistics another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battle? Now you yourself can see what happened to the Japanese. In the end, they only can swallow leeches, slugs, and grass. In a regiment of 4,000 troops, only 460 survive. And less than half of them have the strength to hold their rivals steadily. Those numbers say a lot. I still remember you. You were participating in the Ren'anjiang battle, wasn't it? Your memory is very good. It seems that you have had a deep impression on how the Japanese were chasing us. But security soon changed completely now. We are chasing them, and it's like dogs would chase the rabbit. 徐记者，给你们俩拍张照片吧。 Okay, let's take picture. 这墙上写的是什么呀 The British. Too many guns, tank, and troops. Japanese go, but we will come back.爹，你看，有一支队伍从那边过来了。他们不会
赤陶营前2天还打北斋宫和南斋宫呢嘛，现在还在江左打嘛，不会那么快。那不是小妹和施老伯吗？犊子，杨巧妹想花眼了吧你？是我花眼还是你瞎呀？那分明就是施老伯和小妹吗？吴凤琪，小林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还真是。王连长、段营长，是你们吗？施老伯，哎，施老伯，哎呀，都回来了，好，施老伯，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告诉给我不知对的。老县长说，你们把高黎洞山的鬼子收拾得差不多了，让我们赶紧回来准备种庄稼。鬼子在的时候，田都荒了，种不成庄稼。那现在你不种上粮食，明年吃什么呀？老县长想得周到，明年这个时候一定是个丰收年。哎，鬼子占的这几年啊，令系百姓苦啊。军人无能，连累百姓。我保证，滇西的老百姓从今往后不会再说。老县长呢？哦，老县长带着人运军粮去了，说是下边要打腾冲，没有粮食，怎么打得动啊？有乡亲们的支持，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报告营长，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彭将军出车祸了，人在哪里？在市府医院抢救呢。师长，我已经尽力了。红副师长呢？委座，史迪威来电，我驻印军攻克迦南。第9战区的情况怎么样了？薛岳长官来电，长沙失守。这个老虎才怎么搞的？他的天路战法不是3次都没让日本人进入长沙吗？这次怎么失手了？薛伯龄是员虎将，如果他都顶不住，说明局势危殆了。将军，你好。跟我一起徒步旅行到印度的朋友们，你们也来了。是啊，我们是专门赶来报道收复密支那的消息。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报道这个消息，但是日本人不配合，所以我来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商量？这种事。很高兴见你。再见，将军。委员长，驻印军指挥部来电，孟拱已经拿下来了。哦，第9战区来电，日军已经完成包围行动，衡阳全线告急。一边是捷报频传，一边是丧城失地，
还真的让你不幸言中了。缅北的胜利是以华南失败为代价的。我想问问你，是美国人帮我们出钱出力，还是我们为美国人做嫁衣衫呢？委员长，湖南战场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武器装备的极度匮乏。我一师师28团迫击炮连用的是81迫击炮，可是炮弹打光了。团部弹药库里只有型号部队的数发82迫击炮。该团长硬是命令团部参谋们把炮弹错缺了1个米粒，硬塞进炮口中打了出去。可就是因为其中这一炮，竟然毙了第68师团左九间中将等数人。还有这种事情？委员长，缅北作战对于国内战场更为重要。早一天打通中印公路，早一天得到盟国支援的物资装备，就能早一天解除国内战场的困境。打通中印公路，密支那是关键。密支那呢？密支那目前仍在日军手中。史迪威在5月中旬就袭击了密支那机场，怎么到现在还没拿下来？他这个有本事的3星将军，这仗是怎么打的？缅北的制空权已被我方完全掌握，但是铁路线还在日军手中。他们运送了大量的援军进入密支那，在那儿构筑了永久工事。要攻克它，恐怕需要一点时间。这里第10军方先觉已被日军团团的给围住，外围部队皆战力疲惫，无法突入。现在，无论是孙立人和廖耀湘的精锐部队，要是在国内，衡阳战局都不会到如此的地步。你去告诉史迪威，我把最好的部队送到缅甸，代价是，我几乎丧失了整个华南。铁路线如果还在日军的手里，那就不算控制缅北。密支那再久攻不下，我倒要看看他这个3星将军还有什么脸来见我。你好久没见你爸，对吧？是的。我也好久没见我儿子，借你让我想起他。将军，密支那战场现在非常需要。你好像有话要说。我可以直说吗？我觉得密支那战场指挥系统出了问题。郑东国不是来了吗？替代哈里尔将军的波斯特将军不像是美国人，倒像是英国人。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敢去前线观察仗，又不听中国指挥官的意见，进攻受到挫折，又拿中国指挥官当替罪羊。孩子，战场上的无能者，哪个国家？看见没？最大官都来了。我官有这么大吗？英国人叫我3星连长。副指挥，你怎么到前沿了？这里很危险。 General, your authorit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here. General Pacific never takes this risk. Well, that's why he ain't going to be the frontline commander too much longer. 既然3星连长来了，那咱们就一起看看吧。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帕斯特将军不再做前线指挥官，新的前线指挥部由我、孙立人将军、郑东国将军和维塞尔准将组成。Arthur, you know the situation. Why don't you explain it? Let me introduce you General Sun. He knows the situation better. 哦，是这样。我军受阻的主要原因是
在于日军在密支那的工事修筑的极为坚固而巧妙，全城地下有深达10几米的3层坑道，纵横相通。我从一线士兵那里了解到，日军的战术是在我炮击和航空兵火力打击时，除了少数人员留在表面阵地观察外，大部分的兵力转入地洞。当我军进攻时，他们可以通过地道在我攻击部队的前方阻击，也可以从地下摸到我们的背后或者侧翼实施突然的袭击。特别是在夜间，白天我们通过血战得来的地段，在夜里会受到来自4面8方日军的追击。从这样的情况看，我认为我们的战法应该有所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只能稳扎稳打，与其白天推进一仗，晚上又丢掉10尺，还不如我进2尺，进3尺，进去了就让鬼子挤不出来，一点点把鬼子挤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总攻必须明天开始发动。明天是什么日子？各位中国人比我还清楚。明天是7月7日，日军大举侵华，整整7周年。总攻一旦开始，就必须保持持续的压力。日军在这里经营了2年，对坑道战得心应手，对地形了如指掌，所以不能够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目前我们的兵力占优势，所以要把攻击部队分成几个波次，不间断的攻击，不求快，但求狠，最终终将将其压垮。再有，前一阶段我们始终没有把通往密支那的所有道路封死，致使日军增援部队不间断地渗透进来。这样，从明天开始，应加大封锁力度，不让一个日军再从包围圈上溜进去。密支那是一个比加麦和孟公更大、更坚固的老鼠洞。好，那就让我们好好挖吧。我会让B 29来一个力挺扫穴，把这些狗娘养的日本鬼子抓回地狱。明天是7月7日，日军大举侵华，整整7周年。总攻一旦开始，就必须保持持续的压力。好，我会让B 29来一个力挺扫穴，把这些狗娘养的日本鬼子抓回地狱。哎，大爷哥，那不是美军的 B-29吗？行了，小子，打个仗了，飞机型号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美国这飞机可比小日本强多了。还没到位。
参战了。从古到今，未见过如此战争奇观也。营长，前面打了正激烈，我们怎么撤下来啊？乔大叔这么做必然有他的道理。什么道理啊？总共都开始3天了，咱们已经连推进1公里都不到，平均每天也就300米，还到，又嫌弃咱们推进太慢。不慢，只要各进攻部队能够按照这样的速度往前推进，要不了多久，小鬼子就会被我们挤死的。弟兄们，你们干得不错。史迪威参谋长把你们换下来休整一下。下面，威瑟尔准将有话要问你们。In Lamika training camp, I was your drill master, and now, here in Mikina battlefield, you are my drill master. So I have some question to ask you. Every Japanese soldier has bamboo sticks. Can anyone tell me what is it used for? 长官，我知道，昨晚上我们迎着炮火攻到敌人阵地，突然我身边被炸松的葡萄动了一下，我就奇怪了，于是用手一拉。兄弟们，看到有竹筒的地方，就把枪口往里头打。等我们的人冲过去，他们就从地底下冲出来打我，这让我们的人损失很严重啊。Okay, I see. Thank you. So everybody knows what's used to. So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According to our American troops' experie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 War, the flamethrower was very useful. Why not here? 将军，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我先给你看样东西。小鬼子就用这玩意儿堵洞的。这件事呢，我正准备向上级汇报。没想到这小日本会挖洞，还能堵洞啊！昨天我们连进攻的时候配属了喷火分队，我们是见一个洞口就往里喷火，这火烧的连洞口都站不住人了。我想里边的小鬼子不成炭灰，也都成烤肉了。结果我们就过去了。小鬼子就拿这个东西堵洞口，找机会贴手榴弹。
这样我们死了不少兄弟啊。Good. Now I understand what to do. I will find a way to fight against it.马上通知孙立人师长和随军记者。是。士兵们，多点一些火吧，让火光照亮孩子们回家的路。密支那攻下来了，全歼守敌，日军守城司令水生元藏自杀。这有什么可高兴的？这么精锐的部队，精良的装备，一个密支那攻了80天，如果再拿不下，成何体统？密支那这个战略要地现在掌握在我们手中，很快就能接通中印公路，这是喜事儿啊，委员长。他史地维是战区的司令官，可以只顾缅北，不管其他；而我是整个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优势远比喜事多呀。
是不是战略要地？他是华南的门户。1个小时前实现了。第10军守了40天，还是丢了。这是方先觉给我发的最后一封电报，你看看吧。德培啊，我派你到密支那去一趟。密支那攻坚战现在已经结束，我决定将原有的新1军扩建成2个军，孙立人、廖耀湘分别担任新1军、新6军的军长。关键是要尽快把新6军空运到国内，以应付国内的战局。是。委员长，还有消息。说。罗斯福总统命令晋升史迪威为4星上将了。像这样的4星上将，美国一共有几个？现役的有4个：马歇尔、麦克阿瑟、阿诺德和艾森豪威尔。美国这次授衔意味深长啊！哎呀，哦，对了，水记者，咱俩遇险那件事儿可千万别让我爸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骂死我不可。不会的。不过知道这事儿的人还真不少。这你放心吧，我和二哥啊已经定好攻守同盟了，而且我还让他用美国的巧克力收买了那天来救我们的警卫排。哦，真的？怎么样？安排的天衣无缝，一切 OK 吧？你呀，满脑子古灵精怪。哎呀，你说你像谁呢？像谁？谁也不像，像我自己。这场漫长的战争大概就要结束了。都怪这该死的日本人和这场该死的战争，真改变了一切。你看看，一个外国人居然能下围棋了，我的棋子儿呢？其实，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像你们姜委员长现在的情况。想打，没兵，所以蒋委员长才把新22师和新14师空运回国增援呢。说实话，他有军队可用，问题是他不愿意用。他不光是不愿意用，他还用手里的别的军队防备他。
你是说延安共产党的部队？你们得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是不是中国军队？第二，他们愿不愿意抗日？延安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说明问题，所以我已经跟我的政府联系了，他们也许会派一个观察团去延安，做一些合作的准备。你对这个事情什么看法？我必须立即回重庆，向委员长亲自报告。我真不知道你是我的属下，你还是史迪威的说客。委员长息怒，我只是客观地把史迪威的意见传达给你。荒唐！你真是荒唐！你的这番言论，与当年张汉卿、杨虎城如出一辙，愚昧至极。委员长，共产党你不了解吗？今后与我们争天下的一定是共产党。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委员长给你脸色看了？给了。雷霆之怒。你触碰了他的底线，他能不恼怒吗？史迪威的话有一定道理。既然是无兵可用，完全可以考虑把美国清源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来，装备延安的军队啊，让他们更有效地打击和牵制日军，这样胡宗南的部队就可以脱身南下抗日，一举两得的好事嘛。可委员长一听，怒不可遏，这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你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怎么还是不了解委员长呢？这是他的马蜂窝，你也敢捅？我是从抗战的大局考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委员长亲口跟我们说的呀。幼稚。什么意思？幼稚。史迪威仗着他头上的官衔多，就毫无顾忌地去触碰委员长底线。据我知道，罗斯福总统派来了解情况的代表，往美国发回去的报告，都是对史迪威不利的。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已经大不如前了。这位乔大叔，要是再不识相，那他在中国就真的待不下去了。委员长要不是看在美国人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面子上，早就把他踢回美国去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复杂了。史迪威就要来重庆和委员长面谈，这说不定就要摊牌。这要闹掰了怎么办？缅北正在苦战。报告，什么情况？罗斯福总统来电。这封电报我得马上给委员长送过去。我不妨碍你的公务了。罗斯福总统要派他的政治代表赫尔利来华会见委员长，你估计他在这个当口来要完成什么使命？当然是调解史迪威跟委员长的矛盾了。哎，你这可是泄密啊！你在他们俩的矛盾里已经卷得这么深了，对你来说无密可泄。看来是咎由自取啊！非常清楚你对史迪威将军的观感，为此
我将派我的政治代表赫尔利来华与总司令商谈。但是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人能拥有如此的能力、魄力与意志，能抗衡这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与美国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的巨大灾难。我已晋升史迪威为4星上将，并且我最紧迫地建议你考虑将史迪威将军从缅甸召回，并在你的直接领导下指挥在华的全部中国与美国军队。你去吧，告诉石从师，叫段仲义来见我。是。果然是不出乎我所料啊！受4星上将军衔，这哪里是为了缅北的胜利呀？这是在向我要军权。这是在逼宫啊！你不想听听罗斯福是怎么说的吗？他让我授权史迪威，要史迪威承担起指挥中国战区一切军事行动的全责。我想问问美国人，在他们没来华之前，我们在睡大觉吗？我们在顽强抵抗。是啊。他美国人给我们物资和装备，那是要代价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肩上多了一个小兜兜，就想成为中国军队的大老板。天真！委员长打算怎么回复罗斯福？怎么回复是宋子文的事情。我就知道中国军队必须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有一个新情况，日本人6000多人的一支部队东出缅甸，向我龙陵的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攻击。卫立煌已经向我报告了，日本人是困兽犹斗啊。哎，史迪威是不是在重庆？是。通知4星上将到军委会来参加军事会议。是。日本人是决心死守到底，即便光复了腾冲，这代价也太大了。腾冲城墙全都是用3、4尺宽的大石头垒起来的，西南历次变换，使得这个城墙造得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固完整。当初这个城啊，就不应该放弃。是啊，原来的打算是想死死围住腾冲，把敌人扼出来。现在看来只能强攻了。我已经要求空军用1000磅重的炸弹来对付城墙，只可惜腾冲这块美玉要和里面的鬼子一同焚毁了。
2连排准备收放。弟兄们，只有一个要求，杀光鬼子，决战到底！可怜的中国，只有浴火才能重生啊！一边！烧吧，可怜的中国，只有浴火才能重生啊！你们快吃包子吧，大肉包，我还特意加了新鲜的蕨菜呢。你们先吃，我再去做。
包子。哭什么哭？这么好吃的包子，可是牺牲的牺牲，咱也吃不上。小莲，我把牺牲战友的名字都写下来了，我会在他们灵位前供上包子，让他们在天之灵吃顿饱饭。弟兄们，吃饱了，明天继续打鬼子。等等，我做了好吃的，等着你们平安回来。有一句话，我一直就没敢跟你讲。我想娶你。我答应。你活着回来，我嫁给你。你们谁活着回来，我就嫁给谁。这怎么回事？我呀，把我们坝子的鹅全都赶过来了，宰鹅给弟兄们端上。你呀！一连走。
别动，别动！撤！瞄着，快点！这，快走，快点！快走！快点走，这是命令！快点！快点走啊！还早点绕道。是。
别让我死在人手。要是有一天我在战场上被俘了，你会怎么办？毙了你。那你得当人的。你放心吧。是放弃。老东西。
对不住，对不住，我没有保护他，他本来应该回去，可是都怨我呀！我说过，谁活着回来，我嫁给谁。不，曹连长，从今天起，我乔妹就是你的人。我要给咱们生2个儿子，一个叫曹晃，一个叫曹凤起。20年后，我要让他们全都当兵，全到援州去，永远打鬼子。小日本鬼子，我操你祖宗！我操你祖宗！小日本小林哥，童凤起，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别忘了来投胎啊！小林哥，童凤起，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别忘了来投胎啊！郑国兄，如果我还活着，你大概永远也不会看到这封信。我是辽宁凤阳，19岁和赵玉兰结婚，生下2人。民国22年的秋天，我媳妇带着孩子去走亲戚，路上遇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巡逻队，天杀的日本畜生糟蹋了他，还用刺刀挑死了3个汉人。当我赶到，我的女儿跟我说了最后：“爸爸，我不想死。”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死了，心死了。活着的是一具杀人的躯壳。我和日本人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2天以后，我用炸药炸毁了日本人军火库，然后逃到关内，走上了复仇者。其实啊，我早活腻了，能够死在抗日战场上，我感到无限的光荣。如果我没有机会看到胜利，希望你把我的那个头发带回我的故乡，埋在我妻子和孩子身边，让我们一家人团圆。原谅我的过失，原谅我的不曾，永别了，战。远征军的孩子们呐，远征军的英魂呐，你们莫走远，你们莫睡着。青蛙岗的女人都是好女人，
岗的女人都是好女人，你们快来投胎吧，孩子们啊，你们莫走远，你们莫失手。20年后，你们又是一条好汉，人们已经毁了。你们莫走远，你们莫睡着。青瓦岗的女人都是好女人。报告，还有活着的吗？没了，外边的鬼子全被歼灭了。厚葬所有弟兄们的遗体，日本人的尸体全部烧掉。这儿。副师长，你没来过战前的腾冲吧？那时候的腾冲，满城的翡翠玉石和珍贵的木材，可算是中国西南最漂亮的一座小城了。毁了，腾冲毁了，和里面的侵略者一起毁了。可惜呀，入侵中国以来，被他们毁掉的城池成千上万，可是用自己的毁灭，把入侵的敌人全部埋葬了的，也只有腾冲城了吧？顾师长，鬼子守城的148联队那3000多个野兽，是不是没有一个跑掉的？腾冲之役全歼守敌，无一漏跑。这是腾冲人的光荣啊！日本人说什么玉碎，他们哪里懂得什么是玉？腾冲人才知道什么是玉。等到我们把侵略者都赶出国门，过了10年8年，你再来看，腾冲又是一块通明透亮的翡翠。我们是光复了腾冲，可是要建设一个新的腾冲，还得靠您呐。我恐怕看不到这一天了。能看到全歼倭寇、光复腾冲的这一天，老夫已经心满意足了。来呀，拿酒来。这第一碗酒，告慰腾冲人的烈纵烈纵。古城光复。第二碗酒，敬给攻下腾冲城的
英雄烈士，你们光耀千秋，旗冠长虹。第3碗酒，我要与顾师长相共推荐。顾师长，请。请。图克呀！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胜利。终于可以在刀对刀、枪对枪的正面战场上，亲手收复一座古城，全歼倭寇。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打出滇西，明天一定能把这帮倭寇赶出中国。可喜，可贺，可狂。可罪呀！老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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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老兄，他已病入骨髓了，为你撑到今日。就是为了在大功告成之日大醉而死，死得痛快，死得其所。老人家，快叫郑国来！快，郑国，快！报告。慢一点，随老爷子看。抗战开始，只有殉国的将军，没有殉国的地方官。老夫要做一个以身殉国的地方官。郑国来了吗？郑国来了吗？快！我女景轩，还有英秋，四战火平息，凡我水家后人，许戮力同心，于高雷贡山之路，为包国捐躯的。郑军将士修建墓馆，祭祀千秋，祭祀